一场看不见的风暴正在我们头顶聚集。当大国博弈的棋子马上就要落在我们家门口时，我们每个人的身家性命、财富未来，究竟是由谁在做主？是会棋高一招，满盘皆活，还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大家好，我是厚朴，有佛法就有办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整个东亚的气场可以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搅得天翻地覆。日本方面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强硬表态，就像一颗火星，瞬间点燃了本就干燥无比的舆论草原。这把火烧得人心惶惶，我们仿佛能听到那看不见的引线滋滋作响，随时可能引爆一个我们谁也无法承受的火药桶。就在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捂紧口袋，担忧我们几十年的辛苦积蓄会不会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化为乌有的时候，就在我们担忧台湾会不会再一次成为别人牌桌上的筹码，被无情梭哈的时候，一个声音出现了。这个声音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嚣，也没有怒不可遏的亢奋，它显得那么的清醒，那么的冷静，甚至带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慈悲。他试图做的不是在这艘惊涛骇浪中的孤舟上再跺上一脚，而是想为他找到一个能够躲避风浪的港湾。这个人就是国民党的郑丽文。就在昨天，面对着无数的长枪短炮，他说出了一句让无数台湾百姓听了都百感交集，甚至想流泪的大实话。他说，台湾没事，日本没事，只有台海稳定，整个区域才能真正安心。朋友们，您仔细品品这句话，它听上去平淡如水，却像一记千斤重锤，精准地敲在了每一个真正关心台湾命运的人那颗悬在半空的心上。它更像是一剂定心丸，试图让我们从狂热的被煽动的情绪中暂时解脱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拨开那些喧嚣的政治迷雾。我们以这句话为起点，像一位侦探去探寻这背后真正的波涛汹涌。我们更要像一位风水师，去勘察这狂热与冷静之间，究竟哪一股气才是真正能福泽这片土地，庇佑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气，而哪一股气又是拿着我们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去豪赌的煞气。我们必须承认，当下的国际局势用诡谲二字来形容都显得有些苍白。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殿堂上用一种近乎打了鸡血的慷慨激昂去论述所谓的台湾议题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兴奋，是激动，觉得终于有人为我们撑腰了。但是朋友们，兴奋过后呢？当夜深人静，我们独自一人冷静下来，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这种被别人撑腰的感觉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难道不值得我们吓出一身冷汗吗？这就像什么？就像两个身强力壮的邻居在吵架，其中一个突然把你拉过去，对另一个说，你敢动他试试？动他就是动我。你当下可能会觉得很有面子，很有安全感，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们真打起来了，第一个挨拳头的可能就是夹在中间的你。中日两国的关系因为这一番言论瞬间陷入了新一轮的冰点。外交辞令上的你来我往早已不是隔空喊话那么简单，而是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对抗。在这场大国角力的龙争虎斗之中，台湾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们未来的安全
又在哪里？郑丽文主席看得非常清楚，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深知在两岸关系已经冰冻3尺的今天，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任何一句过激的言语刺激，都可能成为压垮和平这艘船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才会那样语重心长地呼吁，两岸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透过对话和交流来解决。只有重新构筑起那座和平沟通的桥梁，才能真正降低误判的风险。这背后不仅仅是政治的智慧，更是一种对历史、对这片土地上2300万人民负责的大爱。特别是他提到，越是在这种敏感的时刻，领导人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一言兴邦，也可能一言丧邦。我们能不能从他的话语里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如履薄冰的忧虑？在一个家庭里，当家人之间出现矛盾时，一个真正有担当的大家长会怎么做？是火上浇油，怂恿两边打得更凶，还是努力降温，劝说双方坐下来好好谈？答案不言而喻。在台海与区域局势如此敏感的火药库旁，一个真正的领袖应该做的是保持绝对的谨慎与克制，用最大的善意去釜底抽薪，而不是让意识形态上头，闭着眼睛去冲撞那道看不见的红线。然而，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我们现任的执政者身上。面对同样的局势，赖清德总统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仿佛不是一位手握方向盘的舵手，而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斗士。在看到了中日争端的火苗之后，他非但没有试图去泼水降温，反而像是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政治提款机。他说，中国对日本进行的复合式攻击，不仅升高了中日紧张情势，更严重冲击了印太的和平稳定。他高声呼吁国际社会要持续关注，还呼吁中国克制，展现大国风范，甚至说出了请中国三思这样的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解气？是不是感觉我们的腰杆瞬间挺得笔直了？但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再问一句，这种逞口舌之快的强硬，对于我们这些只求安居乐业、孩子平安、口袋里有点闲钱的平头百姓来说，究竟有什么实质的帮助？这就好比你的邻居家煤气泄漏了，随时可能爆炸。一个负责任的邻居是赶紧疏散人群，然后找专业人士来解决问题，而另一个邻居却站在旁边大声叫骂，指责泄漏的这家不负责任，甚至还试图往里面扔个烟头，看看会不会砰的一声。哪一种行为是真正为大家好？正如郑丽文所痛心疾首指出的那样，这难道不是在火上浇油吗？这种看似强硬的政治操作，除了让两岸的敌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除了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显得更加躁动，更加像一个麻烦制造者之外，对于维系我们真正需要的和平，到底有哪一点好处？政治不是舞台上的表演，不是在麦克风前喊几句漂亮的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它需要的是在惊涛骇浪中稳稳掌舵的定力，是在悬崖峭壁边勒住缰绳的勇气。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国民党的一面之词，是在为自己人说话。好，那我们就抛开所有的立场，用最客观、最冰冷的数据来说话。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台湾人民内心最真实的温度计——民意调查。就在刚刚，11月份最新的民调数字滚烫出炉，
这份由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调查，就像一面照妖镜，不仅照出了执政者的窘境，更照出了民心的真正流向。不管执政党如何用华丽的辞藻去粉饰太平，但数字是不会骗人的。赖清德总统的声望，那个曾经被陆营寄予厚望的政治光环，如今却显得有些黯淡无光。他的不满意度，也就是那些不赞成他治理国家大事方式的民众比例，依然高达50%以上，达到了惊人的50.2%。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台湾超过一半的人对当前的执政方向是抱着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的。虽然比起上个月这个数字有微幅的下滑，赞同的比例也稍稍回升到了37.9%，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最残酷的现实，这已经是赖清德总统的声望连续第5个月陷入了执政困境的泥沼。这5个月来，民怨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之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罢免案操作，最终以大失败告终，无疑是造成这个现象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虽然现在看似风波渐平，进入了一种缓慢复苏的状态，但那种深陷泥沼的无力感，那种想要回到过去荣景，却发现需要付出9牛2虎之力的艰难，相信每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换句话说，这就是赖总统连续5个月民心向背的真实写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最终在民调的电话中给出了最直接、最诚实的答案。而就在陆营这一片低气压之中，我们却惊喜地发现，由郑丽文领军的国民党却像一股清流，正在悄然改变着台湾的政治版图。在同一份政党支持度调查中，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度来到了25.8%。虽然从绝对数字上看，还是输给了民进党的31.1%，但是朋友们，看事情，尤其是看运势的转变，我们绝不能只看静态的切片，更要看动态的趋势。国民党跟上个月比起来，支持率整整增加了3.9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概念？在政治光谱相对固化的台湾社会，这代表着在短短1个月内就有数十万的民意发生了转向。这代表的是人心思变的一股强烈信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误差范围，而是一场清晰可见的民意板块位移。我们再反观民进党，他们的支持度却出现了微幅的下滑。这一升一降之间的鲜明对比，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虽然民进党的核心支持者粘着度依然很高，但这微幅上扬的0.3个百分点，在国民党大幅跃进的势头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这种现象，甚至连长期观察台湾政治的专家游盈隆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的支持度能够上扬3.9个百分点，尤其是在郑丽文近期发表了一些被外界视为有争议性的言论之后，这种现象更显得离奇。专家分析了3个短期因素，包括推动普发1万元的议题，坚持不削减公教年金，以及公投榜大选引发的民众共鸣。这3大因素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所谓郑丽文争议言论带来的负面效应呢？这确实值得推敲。但如果我们跳出专家的学术框架，用我们老百姓最朴素、最直接的情感去理解，其实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人民
已经受够了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斗争了。人民真正渴望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这就像你肚子饿了，你最需要的是一碗热腾腾的米饭，而不是一个人在你旁边慷慨激昂的演讲，告诉你精神食粮有多重要。郑丽文或许在某些言论上不够圆滑，甚至有些逆耳，但他所代表的国民党，在这些关乎民生痛痒、关乎我们口袋里钱多钱少的议题上，选择站到了人民的这一边。无论是争取普发1万元现金，让我们能缓解一点生活压力，还是捍卫公教人员的尊严与退休保障，亦或是希望透过公投榜大选来省钱省力，体现直接民意，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善意。人民感受到了这份善意，自然就会在民调中给予最温暖的回馈。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这份民调背后的问卷设计。有资深媒体人分析得很有道理，这次民意基金会的问卷主题本身就聚焦在民众心中的国民党形象上，里面有一大堆题组都在问，你觉得国民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这种聚焦效应自然会让受访者在回答时更多的去思考关于国民党的事情，而在同一份问卷里却没有针对民进党做同样深度的形象调查。这在心理学上确实可能产生一种暗示效应，让一部分原本自称中立的选民，在连续回答了多个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后，更愿意表态自己支持国民党。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即便我们理性地扣除掉这部分可能的机构效应，那 3.9% 的成长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实在意义，因为它已经远远超过了统计学上的误差范围。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朋友们，这是民意板块正在发生结构性位移的明确征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在经历了赖清德政府一连串的政治操作，特别是那种为了斗争而斗争的罢免大戏之后，台湾社会的钟摆正在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回荡。它正在试图去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而郑丽文所带领的国民党正好稳稳地接住了这个回荡的民意。其实，长期以来，台湾的政党支持度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间里浮沉。国民党大概在 20% 到 25% 之间，民进党在 28% 到 32% 之间，这是一个常态。但这一次国民党的表现之所以让人觉得是正常发挥中的超常表现，恰恰是因为它是在顶着逆风前行。就在上个月，国民党内部还在进行选举的竞争，那种内部的竞争氛围往往会让支持者产生观望心理，表态的意愿会降低。而现在，随着郑丽文的尘埃落定，党内定于一尊，蓝营的支持者开始回流，这就是所谓的校正回归。但这种回归又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复原，更是一种信心的重塑。大家看到了一个敢于发声、敢于在两岸议题上走自己的路、敢于在民生议题上与执政党正面硬刚的在野党。这种久违的战斗力和清晰的路线，正是蓝营支持者苦苦等待了许久的。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赖清德，他的满意度虽然有所回升，但这种回升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是建立在普发1万元这种大撒币政策的麻醉剂之上。这种政策对他来说当然是加分，毕竟谁会不喜欢自己的口袋里多点钱呢？
但这就像是给一个重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药效过了之后，病根还在那里。虽然他的声望正在慢慢接近 42.9% 这个执政安全水位线，现在还差那么5-6个百分点，但我们要问的是，这5-6个百分点的差距要怎么补回来？难道真的要靠他在中日议题上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操作就能补回来吗？赖清德可能真的产生了一种严重的误判。他看到之前有民调显示，他把球丢给韩国瑜，跟韩国瑜吵架，制造蓝绿对抗，他的满意度反而回升了。于是他就误以为这种挑动对立的战术对他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乐此不疲地在各种场合继续着这一套战术。昨天又跑出来丢球，又想把责任甩锅给在野党。他以为这样做可以激起绿营支持者的危机感，从而巩固自己的基本盘。但他忘记了，政治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敌人搞得多多的，而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那种极度讨厌赖清德的民意群体，其实并没有因为你发了1万元就改变了看法，那个深层次的不满意度依然坚如磐石。这才是赖清德最大的警讯，也是民进党最深层的隐忧。那些中间选民，那些年轻选民，他们或许会因为一时的政策红利而在这个月说一声满意，但当他们看到台海局势因为领导人的鲁莽而变得岌岌可危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兵役不得不延长，防空演习变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那份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反感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平的。赖清德现在只能靠着不断凸显蓝白矛盾，靠着制造在野党分裂的假象来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民进党的策略很清楚，就是要想尽办法在2028年复制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让蓝白无法整合，这样他才能靠着那不到40%的死忠基本盘继续执政。所以你看，现在绿营的侧翼都在干什么？他们整天在数国民党有几个太阳，民众党有几个太阳，恨不得说台湾政坛有10个太阳，好让后裔出来射日。这种把全部精力都花在挑拨离间，花在算计对手身上的做法，恰恰证明了他们已经没招了，他们已经拿不出真正能感动人心，能引领台湾走向光明的治国方略了。而最让人感到荒谬和痛心的是在处理外交事务，特别是涉及到中日这种极度敏感的议题时，我们的国家元首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反而像一个在路边看热闹的旁观者，甚至是一个幸灾乐祸的点火者。中日这个议题明明是因为台湾而起，日本是因为担心台湾有事才会有那些激烈的言论，结果赖清德总统不仅没有感到一丝沉重，反而还在那边隔岸观火，喊着请中国三思。这种姿态真的太轻浮了。如果真的爱台湾，如果真的为这块土地的安全着想，难道不应该像郑丽文那样，第一时间站出来呼吁降温，呼吁双方克制，并且鲜明地表明台湾不想成为棋子，也不想成为战场的坚定立场吗？我们回顾一下，在马政府时代，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日本首相有需要天天去呛声，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吗？完全没有。即便是安倍晋三时期，也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绝，甚至提到要动用自卫权的程度。现在的日本之所以如此暴冲，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了台湾内部的配合，看到了台湾执政者愿意充当那个马前卒。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共生关系，而最终被牺牲的却是台湾长远的和平红利。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国大陆的反日情绪是有其历史脉络的，那是他们民族主义的一张牌，随时都可以打，也随时都可以收。现在的中日对峙更多的是官方层面的政治姿态，民间的温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中国大陆现在的策略很清楚，我政治上对你强硬，但在经济上，我可以通过限制旅游、限制留学，让你实实在在地感到痛，让你日本赚不到中国人的钱。这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打击。而在台湾，却有一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我们加倍去日本玩，加倍去日本消费，就能弥补日本的损失，就能换来日本的保护。这真的是太傻太天真了。台湾人的确很爱去日本，但那点消费力对于庞大的中日贸易结构来说，真的只是杯水车薪。我们不能用这种情感式的自我安慰来替代冷冰冰的国际现实。更深一层的国际现实是，连即将重返白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些议题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商人的精明与审慎。他在 APEC 峰会上跟习近平互动时，那种你来我往的客套，说明了美国并不想在这个时刻和中国彻底翻脸。那日本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跳出来，站到第一线呢？也许是美国的受益，也许是日本内部政治的焦虑。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对整个区域的和平来说，绝对不是福音。尤其是在中日之间还有钓鱼岛等一堆老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又把台湾问题捆绑进去，这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难解。我们根本不用急着去表态站队，因为中日关系非常微妙，他们毕竟是有正式邦交的国家。现在的争吵可能只是下一轮谈判的筹码，用不了多久，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利益交换的谈判桌上。到时候被晾在一边的，可能又是那个傻傻的冲在最前面的台湾。郑丽文看得非常透彻，所以他不急，他不躁，他只守住一个底线，那就是台湾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最大化。所以，朋友们，当我们在看着这些新闻，听着这些争吵的时候，请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是需要一个像赖清德那样，为了选票，不惜把台湾推向火线，把每一次外交危机都当成自己政治秀场的机会主义者？还是需要一个像郑丽文这样，哪怕面对万千指责，也要坚持说出逆耳忠言，哪怕过程艰难，也要坚持用对话代替对抗，用理性压倒狂热的稳健力量？这就像为我们自己的家庭选择一个掌舵人，我们是希望他天天带着家人去和邻居吵架冲突，弄得鸡犬不宁，还是希望他能沉稳地处理好邻里关系，为家人创造一个安宁、祥和、能够专心赚钱、好好生活的环境？郑丽文的那句台湾没事，日本没事，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是一种战略定力，更是一份对台湾人民最深沉的承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太需要这种温暖而坚定的声音了。它让我们看到，在蓝绿恶斗的废墟之上，依然有人在为真正的和平默默耕耘，依然有人在为台湾的未来守望相助。各位亲爱的朋友，政治也许很脏，也许很乱，
但它却实实在在的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关乎我们下一代的安危。从风水的角度讲，一个地方如果终日充满了斗争的煞气，那么财气是绝对无法聚集的，人心也会变得浮躁不安。只有在一个和平稳定的气场中，生气才能勃发，百业才能兴旺，我们每个人的财运和家运才能蒸蒸日上。国民党的民调回升，郑丽文的坚持发声，其实都在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台湾社会依然有一股强大的渴望和平、拒绝战争的力量。这股力量渴望繁荣，拒绝萧条。这股力量正在汇聚，正在觉醒，它终将成为改变台湾命运的关键推手。您今天的选择不仅仅是选择一个政党，更是为您自己和家人的未来选择一种运势。是选择动荡不安，还是选择平稳向上？让我们拭目以待，也让我们在这纷扰的时局中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多一份思考。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看清楚了，台湾未来的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